关晓彤考编成功上岸，和待遇没啥关系。答案与大多数人想的并不同。大学生站在就业的分岔路口，往往都会感到很迷茫，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方向，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，甚至看到他人就业，自己也盲目的就业。俗话说，选择大于努力，若是选择的方向不对，那努力也很可能白费力气。而大学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，也关乎着未来的发展走向。有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考研提升学历，希望获得更高的起点与优势；还有的大学生选择考编制，希望获得更加稳定的就业岗位。而除了普通大学生之外，就连明星偶像也很青睐编制岗位，这究竟是何原因呢？关晓彤考编成功上岸，和待遇没啥关系，其实很多人都想错了。随着大学生群体不断增加，各大企业也是纷纷扩招，但是却依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尤其是对于三无家庭的学生来讲，考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岗位，还能收获不菲的薪资待遇。不仅大学生希望获得事业编制岗位，还有很多星圈的人也同样如此。关晓彤常被人称为国民闺女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一双大长腿更是羡煞旁人，而且还是名学霸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晓彤考编成功上岸，考进的还是中国国家话剧院，属于编制内人员，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。毕竟他能够一边忙事业，一边努力学习提升自身，而不是满足现状，也为学生们传输了正确的价值观，值得学生们学习。其实考编的难度并不低，每年数以万计的学生参与报考，但真正能顺利上岸的却只是寥寥。而且除了关晓彤之外，还有浩然、王源等都拥有事业编制，虽然所属单位不同，但同样都是学生们值得赞扬的。而晓彤顺利上岸，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福利待遇吗？其实答案并不见得，毕竟艺人的薪资待遇对比起来不过是9牛1毛罢了。而答案与大多数人想的并不同，其实很多人都想错了。想要成为更高级别的演员，那就需要考进编制内，而若是没有考入体制内的话，那只能是一名普通艺人罢了。再加上艺人考编后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，获得更多的优势与资源，像是文工团、曲协、文联等单位都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青睐。除此之外，还能够获得更加稳定的生活以及充足的保障。所以答案其实很多人都想错了，并非是非要和普通学生抢饭碗，而不是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而在笔者看来，大学生们也要努力向前迈进，而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。毕竟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上进。考编的好处颇多，但报考难度却并不低，努力与汗水才能铸就成功。正所谓人外有人，即使晓彤自身已经很优秀了，但却依然没有停止进步的脚步，并在努力的过程中收获更多的荣耀光环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异。所以大学生也要懂得未雨绸缪，而不是坐井观天。笔者认为，大学生考编的主要目的之一，便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未来，而明星艺人也同样如此。所以我们不妨给予他人善意的目光，并将重心转移到自身上，争取为将来打下更好的基础。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会比困难多。而大学生想要考编上岸，努力与汗水缺一不可。大学生也要从小事做起，从基层做起，而不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态度，那样很可能名校生也会面临挫折。明星同样能考编上岸，普通大学生也应付出双倍的努力，争取实现脱颖而出。虽说偶像艺人也很青睐编制岗位，但其实与大学生所考的编制并不会起冲突，因为他们所考取的基本都是艺术类相关岗位。所以大学生与其羡慕他人考编成功上岸，不如静坐常思己过，从自身上找到根本原因，
并争取上岸，争取获得一技之长，努力提升专业技能，并获得相应的专业证书，证明自身的实力，并充实自身的含金量，还可以获得国家级奖学金、3支一扶计划等，都可以在考编时获得优势。细节决定成败，情商与智商也是就业的根本。当大学生注意细节，并从细节中取得胜利，那自然也会让考编变得事半功倍。而且当大学生的情商较高，那语言也会成为一门艺术。所以大学生也不要成为闭门造车的书呆子，综合能力才是学生就业的敲门砖。虽然大学生考编会有着较高的挑战性，但是就连忙碌的艺人都能抽出时间来努力学习，那身为普通大学生的我们又有什么借口去偷懒呢？大学生也应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，坐井观天只会局限住学生的思维，只有勇敢地迎接就业的挑战，才有更大的几率收获成功。